中美作为世界大国，总是避免不了被比较。那么谁强谁弱呢？这个问题要是搁几十年前，那毫无疑问是美国胜。而今天时过境迁，中国或许更领先一步。这不，在中国致力于大规模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情况下，美国海军突然认怂了。日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份美海军的战略文件，甚至还与我国有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美国海军的这份新战略文件称，中国是对华盛顿最紧迫和最长期的战略威胁。中国海军正在致力于大规模海军现代化建设，且发展迅速。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中国仍在继续建造现代水面军舰、潜艇、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和新一代战斗机。该文章称，发展迅速且拥有300多艘军舰的中国海军值得关注，尤其是发展速度令美国感到担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表示，中国不仅迅速扩大舰队规模，而且加强演习、作战训练和战争准备，这加剧了美国的担忧。美国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另一份文件也提到了此事。该文件指出，中国海军的规模在过去20年里几乎增加了3倍。此外，还计划操作多达5艘航空母舰、双驱逐舰，并增加高科技、全副武装的军舰、两栖舰艇和沿海巡逻艇等。该文件明确指出，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比美国更大，生产效率更高。中国丰富的资源可以调动商业船厂制造和修理军舰，这将进一步增强北京建设新军事力量的能力。中国预计将把常规驱逐舰的数量增加1倍，并已开始在第2艘075两栖攻击舰上进行海试，并将继续这样做。美媒指出，现在中国海军正试图建造更大、更现代化的航空母舰，装备类似美国福特级的先进电磁弹射器。据福特航空公司的开发人员说，电磁弹射器将使飞机起飞更加平稳和灵活。目前，中国造船厂正在建造第3艘航母，其排水量为8万吨，比中国的前2艘航空母舰大得多。它可以搭载一个中队40多架固定翼飞机。事实证明，在如今国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美国不再是当初的海洋之王。正如美国国家利益网此前那篇文章所说一样，对比中美海军实力，美国海军面对庞大的解放军海上力量，前者在兵力上至少有1:2的劣势。因为解放军拥有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足以击沉令美海军引以为傲的美国航母。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报道，缅甸已与俄罗斯签订协议，购买铠甲 S1 防空系统和海鹰10无人侦察机。除此之外，两国还签订了飞行安全合作协议。数十年来，缅甸一直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米格29至今仍然是缅甸空军的主力战斗机。铠甲 S1 是俄罗斯开发的一款中程防空系统，该系统将导弹和自动高射炮集合为一体，可以拦截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制导炸弹等各种项目。每套系统最多可以携带12枚57E6E 导弹，这款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18公里，最大飞行高度是15公里，最大速度是1300米每秒，弹头重量为20公斤。系统当中还包括2门 2A38M 自动高射炮，该炮的口径为30毫米，射程可达4公里，最大射高是3公里，炮口初速度是960米每秒。每门高射炮可装载700发各种类型的弹药，包括高爆弹、夜光弹、穿甲弹等，每分钟最多可发射2500发弹药。铠甲 S1 防空系统装有双波段雷达，探测范围可以达到36公里，跟踪范围可以达到28公里。除雷达以外，铠甲 S1 系统还装有红外热成像仪，同样可以用于跟踪敌方目标，同时使用2种探测方式，每分钟最多可以跟踪10到12个目标。铠甲 S1 系统既可以进行固定式部署，也可以采用轮式或履带式结构，以适应机动化部队的使用需求。综合来看，这是一款比较全能的中程防空系统，可以全方位的拦截中短程范围内的各种高空或低空目标，特别是在低空防御方面，铠甲 S1 系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的。缅甸购买的另一款武器是海鹰10无人侦察机，这款无人机的主要优势是成本较低，单价最低只需要8.7万美元。虽然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只有5000米，并且只能在距离地面控制站150公里以内的区域正常工作，携带的侦察设备也只有摄像机和红外热成像仪，但是和它的价格相比，这样的性能水平已经是十分划算了。缅甸作为一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
为何会选择购买这2款偏低端的武器？主要原因在于缅甸的国情比较特殊，它的主要对手并不是周边其他国家，而是境内的各种地方武装势力，例如缅甸北部的克钦独立军、东北部的佤邦联合军、西部的若开军等。这些地方武装组织有些在名义上服从缅甸政府，有些则公开与缅甸政府对抗。几十年来，由于这些地方武装组织的存在，缅甸一直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不过，地方武装组织虽然数量众多，但每个组织的规模都不大，武器装备也都比较简陋，所以对付这些地方武装组织，缅甸并不需要购买太高大上的武器。然而，这样一笔看上去有些寒酸的武器交易，却依然引起了缅甸网友评论。其中有网友表示，中国是无人机强国，用战绩打出来的，我们缅甸不要俄罗斯无人机，需要的是中国无人机。这句话简直是惊呆了众多吃瓜网友。虽然从采访笔录上并不能确实这位美国前国防部长的话究竟是什么，毕竟文明人这些粗言粗语自然是不能上文章里面的，所以这句话中间的省略号就有点意味深长。先说这个采访笔录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众所周知，美国如今正处在一个上下大换血的时候，整个白宫结构从上到下可以说是要完成一个全部整改，所以这位美国前任国防部长处在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上，自然就无从避免。所以这一次正好是新人上位，旧人只能与记者一起被录像监视着回答一些相关问题，让他们无法打乱认知仪式，毕竟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时间没过去多久。言归正传，这次的采访中，被记者问到关于 F-35未来的采购计划清单的问题时，克里斯托弗·米德表示：“相信我，伙计，我迫不及待想要离开这份工作。昨天，我与一位中校或者上校谈论到了这个话题，他在飞 F-35，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飞机。我想那是某某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明明什么也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是却似乎在未尽之意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之感。不少人认为，这或许就是被记者给抹掉了不和谐的一部分，并没有写上来，但是确实很有可能是一句粗口。还有人直接给配上了，那就是一坨翔。毕竟 F-35战斗机前段时间才被五角大楼披露，研制了这么多年，依然还有近900个软硬件的技术缺陷无法改正，甚至2年时间只能改正1到2个缺陷，甚至几次3番冒出停工整改的消息。而且之前还时不时就要爆出 F-35战斗机坠机事件。比如之前有一次日本空军飞行员在驾驶 F-35战斗机时，就由于 F-35的驾驶舱震动时导致的问题而直接缺氧死亡， F-35同时坠毁。这还仅只是简单的一个例子， F-35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就不一一详说。而今天另一个重点就是 F-35战斗机真的这么差劲吗？其实这个问题也比较有意思。F-35作为唯一出口的5代机，先别管战斗力如何，拥有5代机代表性的隐身性能， F-35就要强出4代机一小段距离。不过这个隐身能力也是有待考究的，毕竟在2018年澳大利亚接收自己的 F-35A 的时候，发现这批飞机时间用得长，隐身涂层会自动脱落，没有及时补足的时候，就和4代机没什么两样。F-35可不仅是在国外出事儿，自己国内也出过不少事儿，就连美国自己都嫌弃。比如很早以前有过 F-35试飞员爆料过 F-35驾驶感特别差，经常会出现令人意外的小毛病。这次米勒的爆料中，那些个中校或者上校都表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永远不应该使用这种能力，多余的钱应该用来投资6代机。所以说 F-35距离进入落幕时代已经不远。